芳芳，你没给我妈交住院费吗？你妈那病是绝症，治不好，还治个什么劲儿？芳芳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这几年我的工资全部给了你，加起来也有20-30万了，怎么会2万块钱都拿不出来？说了没有就没有。徐芳，算我求你，先给我2万急用行不行？还是那话，没有。宝贝儿，你的心还真狠啊！死鬼，我真恨为什么没有早点认识你，否则我也不会和谢清那结婚。可是你不觉得我们现在这样的关系，不是更刺激吗？讨厌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超市要扣钱，现在我1分钱也不能被扣。恭喜宿主激活腿了吗系统。腿了吗？系统。宿主不用怀疑，天上神仙、冥府鬼差等飞升前都有后人遗留人间。天地规则，他们不能直接接触凡人，便有了本系统存在，帮着沟通天地人3界。还有这事儿？那我能得到什么？本系统为每一单安排了配送费，以天地银行发行的货币结算，当然可以1比1兑换成人间货币，存入宿主银行卡中。除此之外，那些神仙冥差偶尔还有额外打赏，比如丹药、武器、秘籍、功德、寿命等。当真？如此说来，那我以后岂不是能和仙人打交道？绑，马上绑！对不起啊，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有了这个标记，你就能接触天界冥界之人，眼睛也能看见普通人看不见的东西。手机自动下载腿了吗软件，以连通2界。注意，为了维持人间秩序，请宿主尽可能不让当事人以外的人知晓天地2界神仙的存在。先生，你没事吧？你刚才在发光哎。没事，我没事。真的不用我送你去医院吗？你有新的腿了吗订单，是否查看？我真不用去医院，我忙，先走了。哮天犬发起一个视频订单，是否查看？哮天犬接单。小伙子，你好。你去给我30世孙一个大逼兜！我潜心修炼，积攒功德，好不容易能保我30世孙能脱离畜生道，投胎成人，没想到他竟然干起了土狗营生，真是气煞我也！这突然跑去给人家一个大逼兜，难道不会被打吗？要是报警抓我，那我这第1单就玩完了。不会，你把情况说清楚，他不敢拿你怎么样。我已经托梦告诫他了。劳师兴重的，就为打他1巴掌。到他这里已经是单传了，这我总不能杀了他吧？这只要完成这单，我会打赏你迎风鼻的技能。以后你可以靠气味追踪百里，还能靠气味溯源分析气味成分。好，我接。小旺财，狗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。你是吃饭还是？我不是来吃饭的，我是来送单的。帅哥，我们没有订单啊，您是来吃饭还是？我是来送单的。送单？我又没下单，送什么单？要不，我们换个地方聊吧。小兄弟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有什么单是不能接的？怕是有一些不方便。你那优雅的眼神，性感的胡渣子，加上一颗浓浓的黑脂，再配上一杯马提尼，最重要的，这是我的第1次，有点害羞啦。小兄弟，不能这样的呀。
虽然我是 gay 佬， gay 佬，断背山两难的。既然你要执意在这里，那我就在这里给你吧。小兄弟，你谨慎啊！讨厌，玩这么大，伤风败俗啊！卖狗肉的死 gay 佬，死 gay 佬！这是我们的第一次，我有点害羞。他妈的臭小子，老娘砍死你！你是按照下单医院送单啊？送你妹的单！老娘砍死你！站住！站住！停！我告诉你为什么。老子不听！不管什么情况，今天必须先打一顿，打完再说。你冷静一点，这是下单者的话。有屁快放！其实啊，你的祖先是一条狗。老娘就不该听你废话，今天打死你！我接。其实啊，你的祖先就是大名鼎鼎的哮天犬。小狗啊！哮天犬？就是他下的单子，让我过来给你个大巴掌作为教训。他说他攒了几百年的德，让你这个后辈投胎从人，结果你就开狗肉馆，所以让我给你一巴掌作为惩罚。你个不孝的畜生，你都是狗变的，干什么不好，偏偏开狗肉馆，老子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你要是不关掉你的狗肉馆，老子把你重新拉回畜生道，下辈子继续当狗去。梦居然是真的，你想起你的梦了？你怎么知道我做的梦？其实就是你的祖先，也就是哮天犬，他托梦告诉你别开狗肉馆了，你不听，所以让我给你一巴掌作为教训。居然真有这事儿！你想想，咱俩素不相识，对不对？你是弯的，讨厌死了！我是直的，无冤无仇的，我为何要打你一巴掌？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你好好想想，仔细想啊！老板，你不追啊？就这样让他白打2巴掌？他妈的，你给老娘说清楚，到底是1巴掌还是2巴掌？丁，恭喜宿主完成一单腿了吗任务，获得佣金天地币1万元，打赏迎风鼻技能1份，请尽收。1万天地币，岂不是1万块钱？这也太多了吧！天地发行的最低面值就是1万块，这是最低佣金啊，最低都1万，那我1个月只需要接几单，不就发了？啊！这就是迎风鼻，果然能闻到各种味道，这香味儿让人回味无穷，简直太爽了！太爽了，这屎拉的是真舒服啊！这是屎啊！太上老君发起一个订单，是否查看？小哥将大还丹送至斗气宫1号殿。我其实世孙病入膏肓，但他把我李家发扬光大，我也算脸上有光，特赐下1枚大还丹救他性命。请小哥将大还丹送至卧龙院1号别墅，让黎耀宗服下。大还丹？不错，大还丹乃吾花费7天时间炼制的救命丹药，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便能救活，百病全消。老君，可否给我1枚大还丹？以后您再有订单，我都永久免费。可，那便打赏你1枚大还丹，等送单完成，和佣金一并给你吧。多谢老君。物品大还丹，我妈有救了。江伯伯，我爷爷怎么样？李老已经油尽灯枯，药石无医。李小姐还是准备后事吧。怎么会？爷爷的病明明很稳定的，
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油尽灯枯了？李老已经90了，操劳一生，身体早就垮了。这些年，如果不是各种胃药材吊命，怕是早就撑不到现在了。江伯伯，您是全国神医榜前3，您再想想办法吧。我不能就这么放弃了。管家，立即在李氏官网上发布悬赏，只要有人能救回我爷爷，我李家愿意10亿做酬，甚至我也可以以身相许。是，小姐。小姐，外面有个跑腿的，说给老爷送东西。什么跑腿的？让他走！没看我烦着吗？可他说他是给老爷送救命药的。什么？救命药？什么救命药？不知道，他就说来送药的。李老已经药石无医了，什么药也不管用了，怕是故意借机接近李家的。让他滚！行骗骗到我李家来了，找死！小姐不让进，你还是走吧。你没告诉他们来送老爷子救命药的吗？说了，但是他们不信，你还是别为难我们下人了吧。不行，只有完成了这个任务，我才能拿到打赏，才能救我妈。这单我必须要送进去。不行，对我和对老爷都是救命的急事儿。不可以！哎，先生，先生，你敢随便乱闯我李家？你当我李家是你？他竟然是太上老君的后人，了不得啊！李小姐认识这人？我不小心撞了你，是我不对。我当时也是接到爷爷病重的消息，慌乱之中才没看清楚路。我当时说要给你赔偿，是你自己拒绝了的，为什么现在又找来了？小姐误会了，我不是为了你撞我的事儿。有人托我送这丹药给老先生，说只要有一口气在，就能救回来。小伙子怕是糊涂了，但凡是个正常人也都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起死回生的药。你以为你拿的是仙丹吗？是的。哼，不知所谓。你赶紧走吧，把卡号给管家，一会儿我安排人给你转10万，当做补偿。我说了，我不要什么补偿，我真是来送药的。你看，你们不是说老爷子已经药石无医了吗？既然都准备放弃了，为什么不试试这药呢？死马当活马医嘛，万一好了呢？这是谁让你送来的药？我怎么一点也闻不出里面有什么？这是李家长辈送来的。谁送的都不能说，就算死马当活马医，那也不能随便用来路不明的药啊。那可不可以单独和李小姐聊2句？你跟我来。现在可以说是谁送的了吧？是老子送给你的。放肆！你当我好欺负吗？敢羞辱我！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说的是您先祖老子李耳，也就是如今的太上老君。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真的没骗你，你相信我，这真的是太上老君的仙丹。我就是一个跑腿的，你李家家大业大，我还能跑到你家里骗你不成？那不是找死吗？所以信不信我的话不要紧，但给老爷子治病才是第一要紧的事情。这样我守着，要是治不好老爷子，你把我抓起来送警察局，总行了吧？虽然你说的头头是道，但我不会信。不过像你说的那样，死马当活马医，治好了我不会亏待你，但我爷爷出了什么问题，我一定要你偿命。管家，给爷爷服下这丹药。啊！李小姐真信了？试试吧。不是仙丹吗？怎么还不见效果？原本老爷子只剩一口气，我才不敢用药的。可现在吃了这来路不明的药，怕是连今晚都未必撑得过了。江伯伯，真的吗？正是如此。你果然是来害我爷爷的！我要……啊！爷爷，你醒了！小童，爷好久都没有这么轻松过了，好久没这么热血澎湃了，真是攻击中的战斗机呀！太不可思议了！老爷子这脉搏全劲有力，堪比壮年。难不成这还真是仙丹？既然东西送到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等一下，李小姐还有什么事？你救了我爷爷，我该感谢你。不用，这是我的工作，
跑腿费已经给过了，不需要额外支付费用。听这意思，救我的不是江神医，而是这小伙子，老朽汗颜啊！恭喜宿主完成订单，获得佣金天地币3万元，打赏大还丹1枚。太好了，我妈马上就可以好起来了。小哥，我遗留人间的小妹受尽苦难，你要替我报仇啊！居然是鬼差，那我岂不是要和鬼打交道？小哥别怕，我是正经鬼差，不会随意伤人。那范大人且说说看。我小妹命苦，轮回7世都是受尽苦难，这一世好不容易嫁了个有钱人，却没想到是个渣男，家暴我妹。我妹苦不堪言，但因为孩子和曾经的真心相爱，导致她一直犹豫不决。你妹命苦也是有原因的，所以为了让我妹解脱，让她认清楚现实，我要你帮我收集那渣男的出轨证据，我要他身败名裂。那我需要怎么做呢？他们现在正在帝豪大酒店开房，2人正在行苟且之事，你马上报警捉奸。捉奸啊，这个我可以。我把小妹电话给你，你让她好好看清楚这渣男的真面目。好嘞，这单接了。是你报警？是，我刚才送外卖，发现有人在性交易。你就是谢青？那你说我老公出事儿，让我带着一家人来，他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大家上去看看就知道了。警察同志是和我们一起的吗？是发生什么大事儿了吗？我儿是不是有什么危险？目前只是接到举报，还未证实，且看看吧。请帮我开438号房门，例行检查。谢先生，你是怎么知道我号码的？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事后我再和你细说。不过你要做好准备，你老公他怎么了？是犯了什么事儿了吗？连警察都来了。你老公应该是出轨了。怎么会？他虽然脾气不好，但一直以来和女人都保持着距离。他说他有洁癖，不会和不三不四的女人搞在一起的。这你也信？一个会家暴的男人，你居然还相信他会对爱情忠贞？你怎么知道他家暴？这件事情说来话长，我是跑腿的，也是受人之托，让你好好的看清楚你老公的真面目。他希望你能真的放下，做出最正确的选择。他只希望你快乐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会真正的关心我吗？没想到我有一天还能吃到白无常家妹的瓜，我是不是有点幸灾乐祸，有些不道德了呀？不过还是挺期待的。强哥今天怎么了？你到底行不行啊？妈的，刚才没发挥好，重来。讨厌，轻点儿。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老公，老公，都别拍了，大家先出去吧，出去吧。大婶子，你就让我们再看看吧。有什么好看的？快出去！同志，您看，这是2个年轻人，不懂事儿，就是没控制好自己，所以才会犯下这种道德方面的错误。他们可没做违法的事情。看这情况，确实是婚内出轨，虽然不能量刑，但到底有伤风化。
你们自己内部好好协商，协商不下来再走司法程序吧。是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徐芳，结婚这么多年，我拼命的挣钱养你，害怕你受一点委屈，我更是没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情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你也不撒泡尿，照照自己。你一个跑腿儿的，1个月就挣那3瓜2枣，还敢说养我？我跟着你这么多年，就从来没有在同学朋友面前抬起头来过，我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。你就这么瞧不上我？你是什么东西？你看看人家强哥，身价过亿，你拿什么和他比？他能给我的，你一辈子都给不了。原来是攀上高枝了。小子，你该庆幸我能看上你老婆。我给你10万，把你老婆让给我吧。谢晴，你敢砸下去？等着你的就是牢底坐穿。你就不想想你那在医院痛得死去活来的妈？你打呀？你怎么不打了？范小柔，你要翻天不成？敢打我儿子！范小柔，你敢打我？张强，你就是个混蛋！婚内出轨不说，竟当着我的面还护着这个贱人，你当我是死了吗？范小柔，你一个孤儿，老子娶了你，那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，别给脸不要脸。我一个有钱有势的大老爷们儿，难不成要我守着你这么一个黄脸婆过一辈子？就是，你该认清自己的地位。我张家还能容下你，你就应该感恩戴德了。你们一家子怎么能如此不要脸？竟然把出轨说得如此的理直气壮，你们就没有一点的廉耻之心吗？范小柔，你没能留住丈夫的心，那是你自己的问题。再说，你连一个儿子都生不出来，我张家家大业大的，如何传宗接代？我儿子找别人生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阿姨，我能生，算命的说了，我好生养，一定能生儿子。好，好，好，只要你给我张家生个孙子，我一定让你嫁给我儿子。徐芳，我真替你感到羞愧，上赶着去当人家的生育机器，这就是你追求的尊严？你个穷屌丝，明白什么？现今世道，谁有钱谁就有尊严，是吗？一个为了钱就能出卖自己身子，更是抛开道德，背弃丈夫，和人苟且，自甘下贱的人，他的尊严只是自欺欺人罢了，在别人眼里和婊子合一。你是谁？要你来多管闲事？你敢骂我，信不信我强哥分分钟让你家破人亡？是吗？在于氏，我李家还没怕过谁，我也想看看张家是不是有这个本事，让我李家家破人亡。李家？你是于氏首富李家？正是。李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酒店出了点事儿，就过来看看。没想到还能看到这么一出好戏。怎么可能？谢青怎么会认识李家小姐？李小姐，今天的事情和李家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？你当真要管这闲事儿？谢青是我李家的救命恩人，他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今日他在这里受辱，我就一定要帮他讨回来。好个救命恩人！谢青，你们要找借口也不找个好点的，我看你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怕是早就勾搭上了吧？李小姐，谢青一个跑腿的，一无是处，除了这张脸好看一点，我想不出还有哪一点能吸引你，他能成为你的救命恩人。那是你自己眼盲心瞎，不识得谢青的好。谢先生，范女士，不知道对于你们这段婚姻还有什么想法？
他既然攀上高枝了，那我就成全他。离婚？一个扭曲变态的家庭有什么可留恋的？更何况还是一个脏了的男人。这个婚必须离。哼，范小柔，离了我张家，我看你怎么活。带着你的拖油瓶，我看谁还要你。就是，谢青，你也一样。除了我，还有谁能看上你这个一无是处的穷屌丝？这个就不劳各位费心了。不过现在我通知你们，接下来我李氏法务会正式介入，由我负责协助谢先生与范女士处理相关婚姻协调事务，跟进双方相关协调工作，等待官方通知吧。李小姐，当真要趟这趟浑水？当然，你们的离婚官司，可愿意交给李氏？愿意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范小柔，离开我以后，你可别再来求我。我们娘俩就算是饿死，也绝对不会找你。谢青，离了我，你可别后悔。以后我跟着强哥吃香的喝辣的，你可别羡慕。徐芳、张强，你们给我记住，今天的耻辱，我谢青很快就会找你们清算的，我一定会要你们后悔的。谢谢你，李小姐，非亲非故的，可为我这个弱女子出头。不用谢我，我就是看不惯他们这种不要脸的行为。况且这事儿和谢先生有关，我是一定要帮的。今天我也要多谢李小姐了。谢先生，今日多谢你带我来，才让我认清了张强和他们一家子的真面目。你是个好女人，不该被这种渣男欺辱。你以后一定要活出自己，活得自在、快乐。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爱着你的。还有谁会爱我？对了，不知你是如何知晓今日之事的？又是谁让你帮我的？是你哥。我哥？可是我没有哥哥啊。是你前世的哥。哥哥，我对不起你，没有活成你希望的样子。不会了，以后小柔再也不会让人欺负了。李小姐，再次谢谢你今晚为我解围，还给我提供法律权益。这点小事不足挂齿，对我来说，比起你救我爷爷，这根本算不上什么。原本我是来吃瓜的，没想到最后吃瓜吃到自己头上了，真是讽刺。徐芳那个女人不值得你如此在意，我会尽力让她净身出户。这倒是其次，徐芳掌管着我的所有钱财，可我妈重病要手术，她连2万都不给，今日又被撞见出轨，给我戴绿帽子，这桩桩件件给我的羞辱，我一定会还回去的。我支持你，你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我一定不会推辞。离婚的事情我不太懂，就麻烦李小姐了。至于其他的，我会亲自跟他们算。那个谢先生，我有个请求，不知该不该跟你说。李小姐有什么尽管说，我无不应应。是吗？我想做谢先生的女朋友，不知道谢先生答不答应？什么？李小姐切莫开玩笑了，我和李小姐天差地别，不可能在一起的。那可不是你说了算，知道吗？爷爷病重的时候我就说了，谁治好了我爷爷，我就以身相许。那是老君给你的丹药，我只是跑腿的而已。你爷爷的病可不算我救回来的。可是没有你，我老祖也没办法送丹药来啊。你很善良，我很喜欢。你现在接受不了也没关系，但是从现在起，我要开始追你了，你别躲开我就好。我还有单子要送，就不奉陪了。恭喜宿主完成订单，获得佣金天地币5万，打赏阴阳眼。拥有阴阳眼，可以洞悉事物真谛，可以分清鬼怪。看到鬼物，岂不是说我不用借助系统都能看到鬼物了？那我以后还有安稳日子吗？不会天天看到鬼物在身边飘吧？宿主放心，一般鬼物是不敢靠近人的，他们更怕人身上的阳气。还好还好。阿姨，
您已经欠费3万块了，明天开始给您断药。那就不治了，给我办理出院吧。阿姨，你别乱动，你这么虚弱怎么能下床？再说了，就算是办理出院，那也得把欠钱结清才能出啊。闺女，我儿子一个跑腿的，挣钱不容易，我不想拖累他。你让我出院，钱我过段时间给医院送来行不行？医院还没有这样的先例。可我儿子实在是没钱啊。阿姨放心，我去想办法。妈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妈很好。芳芳怎么没来？妈，有件事情，我想告诉你。是什么事儿？我和徐芳离婚了。妈支持你。您就不问问为什么？妈虽然老了，但是妈不糊涂。平时你在她面前言听计从、低眉顺眼的，妈早就看不下去了。但想着这是你自己的选择，妈才没干预。他为人懒惰，爱慕虚荣，绝对不是你的良配。还是妈的眼力好。儿子，妈觉得好多了，咱们出院吧，别治了。好，我这就带你出院。不过你先把这吃了。这是我去求的神药，一定能药到病除的。这傻儿子，天下哪来神药？罢了，这是他的一片孝心。真舒服。儿子，这真是神药，我怎么感觉病全好了？是吧？既然好了，那咱们现在就出院。妈，以后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。88号病床结账，办理出院手续。88号不是刚缴了5万的费用吗？怎么就出院了？谁交的？不知道，是直接存入患者账户的。还有，办理出院手续要主治医师签字。那我明日再来办理吧。护士，今天医院怎么了？怎么没看到一个医生？我要办手续找谁啊？今天没空，所有医护人员全在里面会诊。会诊？这是什么大人物生病了？唉，看来今天办不了出院手续了，只能改天了。好冷，这是灵魂上的寒意。这似乎是鬼气，难不成里面有鬼怪作祟？你们谁要是能治好我孙子，我给他10亿。焦爷，不是我们不治，是我们实在是没见过这种症状。小少爷一切正常，偏偏昏迷不醒，浑身抽搐，我们实在是无从下手啊！废物！你们医院不是最好的医院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治不好，我要你们给我孙子陪葬！这是鬼气，这小孩难不成被鬼上身了？来人，把这些庸医全部拖出去，废了这双无用的手！等一下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你孙子的病，我可以治。你是医生？不是。你是在消遣老夫吗？来人，把他也给我废了！你杀了我，就真没人能救你孙子了。行。我就给你个机会，要是你治不好我孙子的病，我不但废了你双手，还要把你舌头也割下来，免得你再说大话。竟然全好了！静儿，你怎么样了？爷爷，我好冷。爷爷现在立马带你回家，你跟我来。小兄弟看出什么了？我即便不是医生，现在也看出来了，我孙子的问题和生病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吧？确实，你孙子不是生病，而是被鬼气缠住了。这是鬼气载物，里面含有大量的鬼气。一般成人阳气重，鬼气入侵慢，但小孩阳气弱，大量鬼气溢出，才会让小少爷呼吸不过来。
这玉佩可是二爷送给小少爷的，难不成……这畜生打的什么主意？难道我不清楚？这就是焦爷的家事了，我就不打扰，先走了。且慢。你救了我孙子的命，这是我承诺的10个亿。10亿！焦爷，使不得，这太多了。一点都不多。我雷焦的孙子可是无价的，你不必推辞。还有，这是我雷焦信物，只要持着令牌，我雷家的地盘可以为所欲为，必要时还可以调动我雷家兄弟帮忙。实在是太贵重了，我受之有愧啊！别墨迹了，给你就拿着，你这个朋友我雷焦交定了。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现在我有了10个亿，终于可以给我妈一个安稳的生活了。我都这么有钱了，给自己买个好点的坐骑不过分吧？欢迎光临，先生，这是看车，我们没叫跑腿服务，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没有啊，我就是来买车的。这是超跑店，你一个跑腿的，就算一辈子攒钱也买不起一辆。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就想来拍个照装逼而已。都什么年代了，居然还在搞身份歧视？你的职业素养呢？职业素养是给真正的客人的，你买得起吗？不是客人，我凭什么给你好脸色？没有人可以给我介绍了是吧？装给谁看？好了，你们别置气。先生，我来给你介绍吧。你就算给他介绍的天花乱坠，他一个穷屌丝也买不起的。谢青，你一个穷逼，还敢跑到跑车店来装逼，你是不知道什么叫丢脸吧？哼，我又不傍大款，靠自己能力买车，我丢什么脸？你也别介绍了，我看这辆就不错。刷卡吧。先生，真的不用我介绍介绍？不需要，我急用车。谢青，装什么大尾巴狼呢？这车你知道多少钱吗？这不是电瓶车，这是超跑，几千万的东西，你也敢吹牛？你这辈子见过几千万吗？你知道几千万后面是多少个零吗？你尽管刷卡就是。宝贝，你拦着他做什么？他一会儿拿不出这么多钱，看他怎么交代。这里可是焦爷的车行，敢戏耍焦爷的人，后果可是很严重的。焦爷，就是人称地下皇的焦爷。我记得上次有个富二代得罪了焦爷，被人砍了4肢扔河里了。在焦爷这里，可不管你的身份地位。先生，他们没说错，这确实是焦爷的车行。你要是没钱，就赶紧走，否则真刷不出钱来，到时候就难交代了。多谢你的好意，你尽管刷就是。刷卡成功，消费3753万元。什么？谢青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宝贝，你难道忘了他和李素彤的关系？难怪，谢青，你一个大男人居然吃软饭，你果然是穷的连骨气都没有了。哼，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没用，只想靠别人养。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挣来的，我用的心安理得。谢青，难不成你背着我藏私房钱了？你居然藏了这么多！你转移了婚内共同财产，我要告你！谁告诉你这是共同财产了？咱们现在是在离婚冷静期，我现在得到的赠与财产和你有个毛的关系？我不信，谁会无缘无故的给你几千万？谁告诉你这里面只有几千万？这里可是有10个亿。10个亿！这个穷逼还真的装上了。你可知道10个亿的概念吗？我张家虽然市值也有10个亿，但是流动资金也拿不出这么多来。你一个小小的跑腿能拿出10个亿？还不承认这钱是李苏童给你的？你就是个没出息的软饭男。是啊，他喜欢我嘛，没办法。怎么，你不顾一切攀上的金龟婿没有给你钱花吗？他舍不得给你买超跑吗？强哥，我也要，你马上给我买一个。那个超跑有什么好的？底盘低都出不了门，连一个减速带都过不了，不实用。说的也是，面包车多好，底盘高，哪里都能去。谢青，你一个吃软饭的还敢嘲笑我？难道嘲笑你还要分日子吗？不过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没必要浪费在你们身上。加个微信，后续的事宜你帮我办理吧，我就提车先走了。先生，
这辆黄车已经被预定了，您看要不要看看另一台红车？不用看了，你安排就行。喂，是王艳家属谢青吗？是。我说这位家属，你怎么能这么冷血呢？你妈这么严重的病，不治会死人的，还没消炎就偷偷带着你妈出院了，哪怕是没钱，你也不能随便放弃啊！医生，我想你误会了。我误会个屁！你带走了重病的母亲是事实，赶紧带回来。要是实在没钱，我给你垫付，必须要抓紧消炎做手术，晚了就真的出事了。昨晚我妈在医院交的费用是你垫的吧？是我，你不用感动，我只是不想看到阿姨这么慈祥的一个老人承受病痛折磨罢了。你快带你妈回来吧。好，我现在就来医院。真是个好医生，我得去还钱，还要好好的说声谢谢。瑶瑶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彤彤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你是有件事情想让你帮忙。咱们李大小姐还有求人的时候，你敢调侃我？你说吧，想要我帮什么忙？我昨天派人调查了一下，你们科室有个叫王艳的病人，你把她给我安排到 VIP 病房去，安排最好的医生诊治，所有费用我来承担。王艳，那不就是一个重病的普通人吗？你为何这么上心？实不相瞒，我想要追求他儿子。什么？你要追求谢青？你也知道他儿子叫谢青？我倒是忘了，患者监护人信息你比我清楚。彤彤，咱们两家世交，我们是20多年的闺蜜，别怪我这当姐妹的没提醒你。谢青他不适合你。为什么？瑶瑶，他虽然穷，但人还是挺好的，你可不能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他呀，否则我瞧不起你。我当然不会因为他穷就反对你们，实则是他道德有些问题。他母亲重病，生命愁危，我原本想着他没钱困苦，所以暗中给他垫付了医药费，可他居然不经过医生同意，私自将他妈带回家了。一个不把亲妈性命当回事的人，还会是什么好男人？还有这事儿？不应该啊！据我了解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人心隔肚皮，你才认识他多久？怎么能说了解他？正好一会儿谢青就来了，看我帮你好好训他一顿。医生为何要训我？你来了。没出息。谢青是吧？我就是要教训你。我问你，你妈的死活你到底管不管？江医生，我想你真的误会了，我妈现在已经好了。我是医生，她的情况我最清楚，你说好了就好了，难不成你给她吃了仙丹？我妈和你爷爷情况一样，也是服用了老君的。瑶瑶，别生气了，谢青没说谎。你想想，我爷爷不也是一夜之间好起来了吗？谢青的妈妈也是如此，不用怀疑。你们说的是真的？当然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江医生，我还是要谢谢你，你是个好医生。我把你垫付的5万块还给你吧。爸，什么？我家遇到点麻烦，就不陪你们了。什么麻烦？我能帮上什么忙吗？不是钱能解决的，我得赶回去。那我也去看看，万一能帮上点什么呢？你有新的腿纹订单，是否查看？总算有新单子了，当然看。小伙子，我江家面临大劫，孙家前来找茬，要和我江家分个高低，实则是想要吞并我江氏产业，好搞垄断。他们定下了3场比试，你得助我江家拿下这几场，保我江家无虞。我又不通医术，如何能帮你们医药世家？我现在就将一身医道领悟传给你，你顺便帮我将这本《神农本草经》交给江家后人。医道一途，竟如此博大精深。速去。爸，你说孙家要来找麻烦。孙家、江家都是医药巨头，也都有几千年传承。可是孙家后人野心太大，想要垄断整个行业，所以一直对江家都有各种挑衅和打压。这次更是兴师动众来，名义上是和江家切磋医道，实则就是借机打压江氏。江伯伯，你的医术全国都是数1数2的，难道真没把握胜在孙家吗？说孙家找到了扁鹊的后人，听说他潜心钻研医道，熟悉各种古方偏方，可很多经典因为后人的疏忽已经失传。想要谈医论道，江家未必是对手。如此说来，那我江家岂不危矣？正是如此，
所以才让人忧心。师傅，孙家人来了。江神医，别来无恙啊！上次见面已经是10年前了吧？孙总的来意这么明确，何必惺惺作态？先礼后兵嘛。江氏现在有些萎靡，凭江神医一人可撑不起整个江氏了。那也只是我江氏自己的事情。咱们都是传承几千年的医药世家，我不能看着江氏没落，想要伸出援手罢了。只要江神医答应把江氏并入我孙家，那么我定然不会让江氏断了传承的。那我们还得谢谢你喽。江氏独立都不能传承下去，并入孙家，难道还能活？长辈说话，哪有你一个小辈插嘴的道理？哼，我女儿的意思，就是我的意思。如此说来，江氏拒不招安喽，那我也就只能采取点手段了，接受挑战吧。我凭什么要接受你的挑战？接受挑战，胜了可保住江家，这是给你的机会。如果拒不接受，那么我孙家、秦家以及其他一些家族便会联合出击，让江氏彻底破产除名。江伯父，这孙谦是铁了心要拿下江家了，不接受，江家被暴力破产除名；接受了，咱们没有胜算，便只能将偌大的江家家业便宜了孙家，和除名也没什么区别。但比试似乎是唯一可能全身而退的方式了。可是胜算微乎其微呀！哼，江神医，咱们到底是来文的还是来武的呀？现在可就等你一句话了。江神医，江家传承可比他们所有家族都要久远，还怕他？你只管答应就行。谢清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受人所托，来送点东西。难不成和昨日一样，是上面有人托你？你们在打什么哑谜？为何这么笃定，让我答应比试？因为我会来帮你。你还会医术？以前不会，但是现在会。我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，原来是个毛头小子。你以为医道很容易？以前不会，现在会。但凡有点名气的医者，哪个不是在医道浸染10余年？你怎么好意思说你会？你堂堂孙家一家之主，逞口舌之官，这个格调可不高啊。要比就划出道来，何必废话？好，既然你们这么大言不惭，那我就不再给你们留面了。今日比试分3项，第一项成分分离，咱们各自制作出3份药剂，把配方写下保存，然后药剂给对方分辨出成分和配方对比。江神医不用怀疑，尽管答应便是。江伯父，我可以为谢清担保，你放心听他的。准备。第一轮就由我来分析吧。里面有白术、苍耳子、东乌。里面有望月砂、白丁香、人中黄。卑鄙！这最后一样是尝不出来了。别说我没给你们机会，你们所有人都可以来尝尝，看看最后一味药是什么。别浪费时间了，我们承认少一位，该你们来分析我们的配方了。何须你们出马？这味道隔老远就能闻出来，还需要细品吗？哼，大言不惭！加上现在熟读百草经，什么成分分析不出来？这简直是送分题嘛！谢清，你千万不要轻敌，现在可是我江家存亡之际。听好了，这3份药剂的药材分别有天明精、独角黄、落石藤、海金花、
鬼剑这血清好生厉害，都不用尝，全凭气味就能分辨出这么多的药材，而且这些都并不常用药，可见他的本事高超。这一轮我们应该是胜了。还有最后2样是？不知道了吧？我告诉你，这最后2味药乃是上古秘方中的一对相补的药，而这2味药的炮制方法对外早已失传，这是我秦家传典籍之中才有记载，你是绝对不知道的。如此说来，咱们只有1味药不实，而他们有2味，这一轮是我们胜了。爸，怎么办？还以为能赢，没想到。谢先生，你要不尝尝，或许能尝出来是什么。小伙子，虽然我很佩服你能闻香识药，但有些药材，即便是你尝了，也是分辨不出来的。最后2味药的名字是。最后2味药的名字是虎阳刺和菩萨豆。什么？你竟然知道？什么？他说对了。怎么样，孙总？这局我们胜了吧？慢着，我们没有猜出来的那味药材是什么？你总得让我们死得明白。最后1味药很简单，那就是我的指甲。我就是在切药材的时候不小心切了一块指甲下来，我想反正指甲也是药，就顺手丢了进去。这东西无色无味，没猜出来情有可原。孙总，何必为一时成败置气？还有2轮，最考验本事的可是在后面。说的也是。咱们开始第2轮比赛吧。这一次，我们各自写出一个药方，让对手说出药方的功效。我江家传家古方已经丢失，平常的方子大家稍作研究就能得出，所以要取胜很难。很难吗？要说古方，哪一家的古方能比你江家更古早？这虽然是事实，但是我江家许多经典被毁，现在已经失传了。你看看，这居然是最原始的版本，上面还有如此多的批注，怕是经过不知多年的揣摩和修正。这是我江家至宝，小兄弟如何获得的？这些一会儿再说。现在你只要随便来一个古方，还怕压制不住他们？你们是在商量怎么输的体面吗？谁输谁赢还未可知。现在可别太早下定论，会很打脸。既然这么信心十足，那就看看这方子吧。你也看看吧。秦小姐，这是怎么了？你看看。这是什么方子？这其中几味药根本就是相悖的，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方子。没有经过实践，你可不能就此否认。你看不出药效来，不代表它不存在。哼，咱们第3轮比试可是用第2轮的方子炼药，要是炼制出来的药没有达到你讲的效果，一样是失败的。这个自然。那你们看出我们的药是什么了吗？不过就是一份续命散罢了。你竟然又知道？很难吗？你们都是传承几千年的医药世家，平时肯定也会研究一些古方。这续命散不就是很容易就研究出来的吗？你说续命散很容易研究？凡人当然很难了，但是有神农氏这种神仙，又历经几千年，想要什么方子研究不出来？是不是第2轮也是我们赢了？那第3轮还有必要比试吗？你自己的药方都算不得有效的方子，凭什么你们赢了？就知道你们要耍赖。这样，我现在就用这份药方炼制一剂药出来，你看看能不能成？这味道，要是服下这种药，不知道会给身体带来多大的好处。这真是一剂神药啊！听听，还需要验吗？孙总，此番比试的胜负，你还有什么异议？哼，就算你赢了又怎样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江家，我要定了！你孙家欺人太甚，是准备食言吗？就算我要食言，你又能怎样？生意场上用点手段不是应该的吗？江家示威，被我孙家吞并，那是理所应当。卑鄙！孙总，做生意可不是这样的，生意场上最重信用，
你言而无信，怕是长久不了。更上一层楼，自然会更长久。那孙家就把我李家一并吞了吧。李家也想趟这趟浑水。江家、李家是世交，你们要是正常的商业竞争，江家挣不过那就算了，但你要用这种卑鄙的手段窃取江家果实，那李家肯定是不会同意的。好个李家！可是你不要以为李家、江家联手就能抗衡我孙家。现在除了孙家，还有秦家、张家、华家这些个医药世家，我看你们两家能否扛得住？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灭了江家呀。他们4家联合起来很强大吗？4家联合占据了于氏半壁江山，我李家、江家的财力加起来可抗衡不了，即便我李家是首富也不行。那如果加上雷家呢？能否扛得住？哪个雷家？于是还有几个雷家吗？但我知道的就只有那一个雷家，雷交的雷家。谢先生，你可能不知道，雷家靠的不是财力，靠的是武力，和咱们根本就不是一个赛道的。雷交更是目中无人，没有几个人能入他眼，更别说请他出面了。如此说来，雷家还是有些威慑力的，那就让雷家来主持公道吧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雷家效忠？我也不知道我算什么，但就是不知道这东西能不能请来雷家。这是天雷令。谢先生竟然真和雷家有关系，以前怎么没听说过你？就是，这天雷令可是雷交的信物，县令如雷交亲临，更是雷家家主的象征，雷家弟子都得听令行事。这辈子天雷令都是握在他手里的，怎么会给了你？这天雷令可是比10个亿值钱多了，就是100亿、1000亿都买不来。等这里的事情结束后，我还是赶紧还回去吧。哼，差点被你吓住了。既然都知道这东西的重要性，那雷交怎么可能交给你？你这块一定是仿制的。你知道仿制天雷令的下场吗？那是比死还难受。是吗？可我要说，这是雷交亲自给我的呢。你也配？配不配不重要，只要能摇来人不就好了？你要见识一下吗？我倒要看看你能招来什么人。秦家秦叔，拜见主人。你叫我什么？有好些家族其实都是雷家附属，而我秦家也是其中之一。天雷令能号令这些附属家族，持令者不是家主就是家主代言人，也就是我们的主人。原来如此，你快起来吧。秦小姐，你……孙总，对不起了，我秦家没办法和你再联盟了，给江家道歉吧。只要江家不追究，那么谢先生或许就能放过孙家，否则你孙家可反抗不了雷家。江兄，对不起，今日之事确实是我对不住你，还请你大人大量。道歉嘛，可以接受，但是道歉的诚意有点不够。孙家可是想要吞并整个江家呀，不付出点代价，是不是太不把江家放眼里了？不知道谢先生要怎样才能放过孙家？都是医药世家，大家也算同行，没必要把事情搞得这么绝，毕竟以后未必没有合作的时候。是，谢先生说的没错。孙家就把1/3的产业赔给江家吧。什么？怎么？孙总觉得少了表达不出歉意来？要不一半吧？1/3挺好，我立马安排人处理。那孙总忙去吧。谢先生，真的太感谢你了，你救了江家，这孙家的产业就全部给谢先生吧。另外，我江家也愿意拿出。江神医别客气，我帮助江家也是受人所托，我已经收了好处，就不需要江家额外感谢了。至于孙家产业，那是给江家补偿，你安心收着便是。爸，既然谢先生一定要给江家，那就当谢先生投给江家的台阶。以后谢先生就算江家的股东，我们给谢先生分红就是。谢先生，可好？我也不和你们推来推去了，你们看着办就好。主人，没事了，我伺候你回家可好？你干什么？谢清是我男朋友，你要发骚换个人。李小姐，
我什么时候成你男朋友了？我不管。我说了，谁救我爷爷，我就要以身相许的。我堂堂李家大小姐，不能食言。原来是一厢情愿啊，李小姐，现在你就没资格管我了。我也喜欢我主人。你给我把手松开！你们都是有身份的人，为了一个男人打架算什么？能不能矜持一点？谢先生，既然你女朋友还没定下来，那我也是可以的。江瑶，你个小蹄子，我们几十年闺蜜，你居然挖我墙角！哈哈哈！竟还有这样的奇事！我姜奎真的是愧对先祖啊！以后一定要好好钻研先祖留下的东西，定然不能丢了先祖脸面。既然结束了，那我就不打扰江神医了。谢先生，其实我这女儿样貌本事也都还可以，要不你考虑一下？秦小姐，你到底要跟着我到什么时候？等你答应做我男朋友为止。少来！要是答应了，你不更有理由缠着我了？那你到底答不答应吗？我可是医药世家的人，我研究了许多以前的禁药哦，保证可以让你房事。打住！你可别乱来，我是正经人。现在我有9个多亿，以后还有江家的分红，算是底气很足了。不过我既然拥有这么牛逼的系统，要是止步于此，岂不是辜负了系统？如今于氏大家族这么多，为什么就不能有谢家的一席之地呢？如果我要你帮我办件事儿，你干不干？干！我打算成立一个公司，但是我不会管理，也不懂程序。你能帮我找些懂行的人吗？这还不简单？我虽然是医药世家的人，可是我读的就是管理专业，这事儿我在行啊。真的？那就拜托你了。这卡你拿着，以后就交给你了。这卡里有多少钱？10个亿，不，9个多亿。毕竟我买车花了几千万。9个亿？你居然这么有钱？那你还当跑腿儿？个人爱好。你倒是爱好独特。那你想开什么样的公司？不知道，你帮我想吧，什么赚钱就干什么。好久没有这么安心的睡个觉了。你有新的腿了吗？订单是否查看？又来了，看，必须看。小伙子，我关某人子孙代代都是开武馆的，但时代变迁，关家有习武天赋的人越来越少，已经快要没落。我关某人名声不能毁，今有华家想要吞并关家，张家小子想要祸害我关家女人，两家联合密谋我关家，华家出面踢馆，张家假借帮忙强娶我关家女人。我关某人好歹是五方星君，岂能让人毁了名声和传承？即将关某改良春秋刀法传于你，你便替我重振关家武馆名声。关老爷，为何你不将刀法传与您后人，反而要给我一个外人？天地规则，我没办法直接接触他们，无法瞬间传功，便只能托你帮我振兴关氏武学了。待结束比试后，再慢慢交给我关氏后人。好，这单我接了。还有1个时辰，踢馆的人就到关氏武馆了，请速去。得令。爸，怎么办？华家来踢馆，那华安不到30便步入武道大师行列，我们关家弟子可没有人是他对手了。关氏武馆将会名声扫地了。关氏传承1000年，我绝不会让他在我手里被毁掉。可现在我们还能去哪里？找一个既年轻又能拜上关家的弟子？
我找了张小飞。是那个20岁不到就踏入大师境列的张小飞。如今过去10年，怕是在大师之中都难有敌手吧？可关张两家现在已经淡漠，他真的愿意帮我们关家吗？我答应了张小飞，要将你许配给他。作为关家女婿，自然就是关家的一员了，代表关家参战，理所应当。什么？可我听说张小飞无恶不作，更是到处拈花惹草。我要是嫁给他，我都不敢想象最后结果会是什么样的。可张小飞说了，只此一个条件。小婷，为了关家荣耀，这次只能牺牲你了，都怪爸没用。爸，算了，你不要自责，我嫁。关家的懦夫，你华爷爷来了，还不速速出来受死！老关，好久不见啊！华家主不用惺惺作态。官军，我华安来踢馆，要是害怕了，就直接认输，关门大请。华家小儿倒是和你爹一样猖狂。老关，今日是小辈来踢馆，你一个长辈怎么这点气度都没有？华安，别以为你突破了武道大师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我关家传承1000年，也绝对不是好欺负的。这么有骨气，那就别说我不给你们机会，你们关家的小辈一起上吧。只要能赢了我，我转身就走。好，那我就会会你。我来！真麻烦，都叫你们一起上了。老关，放弃吧。关家没落是必然，强者生存嘛。关家并入张家，还能保关家传承，何乐不为？想让我放弃，没门儿！你们别得意，我关家还没有输。难不成你关家还有大师级的小辈？华家主好像有些太目中无人了，那就让我来领教一下华少爷的高招吧。张小飞，你不是关家人，为什么要掺和关家的事？华家主消息有些不灵通啊。我可是关小姐的未婚夫，也就是关家女婿，怎么就算不得关家人？没想到为了保住关家，军馆主还真舍得下血本。哼，张小飞，就算你比我先踏入大师之类又怎样？我未必不能胜你。我很喜欢你的嚣张，希望你对得起你的本事。服了吗？关伯父，幸不辱命。那便定个日子，你便和小婷订婚吧。关关主，你可别上华张两家的当。哪里来的臭送外卖的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，给老子滚出去！小兄弟，这话何意？这踢馆原本就是个阴谋，华家是官至世仇，一直想要搞垮关家，吞并关家。而张家少爷本就是个花花公子，垂涎关小姐美色已久，所以才有两家合谋。你且细细说来。华家以踢馆为由，指明是年轻一辈挑战，为难关家。关家没有大师级别的弟子，自然就只能寻求帮助。于是张少爷就成了不二之选。当真？自然是真。张少爷承诺，成为关家女婿后，会慢慢接手关家，最后将其拱手让给华家。他们想的，就是兵不血刃地达成各自目的。这位小兄弟说的可是真的？关伯父可不要相信这小子的胡言乱语，他就是来离间我们的。3日前你们两家在帝豪大酒店吃饭密谋的监控，需要我调出来给你看看吗？你调查我们，这是承认了。张小飞，亏我念在我们关张两家是世交。虽然现在少有往来，但总念着点先祖的结义之情。没想到你居然要害我关家！哼，是又如何？我曾经想明媒正娶你女儿，可是你不答应。我张小飞少年天才，一直以来都是别人听我的，何曾有人敢忤逆我？所以你关家的女人，我要定了。本来还想着装装样子，给关家些体面，现在既然撕破脸，那就别怪我强抢了。
你当我关家人都死绝了吗？你一个武道大师，还能在我关家翻天不成？老关，可别忘了还有我。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我们今天就直接灭了关家。华伯父，咱们就别忍着了，动手吧！哈哈哈哈！期待已久。关小姐，现在再也没人能阻止我们的好事儿了。我现在带你去洞房，如何？住手！关家的人还没全部倒下，就想收割了吗？小子，你是在找死呀？是不是找死？你试试不就知道了。臭小子，对付你哪里需要张少爷出手？我一巴掌就能把你骨头都打散架了。原来是练家子，不过就你这点身手，敢跟我叫板？你过来呀！找死！让你见识一下关家春秋刀法的厉害。他竟然一招将张小飞打倒，他的实力岂不是也到了大师，甚至超过大师？小子，我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但今日是关家和我们华家的恩怨。看在你习武不义的份上，你要是现在离开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；若你执意再插手，那就休怪我不客气，以大欺小了。我承蒙关家不嫌弃，习得关家祖传绝技，如今护佑关家武道传承，岂非理所应当？哼，那你是非管不可了。非管不可。好，那就别怪我以大欺小，今日废了你全身修为。小兄弟，赶紧离开！华侨可是老宗师了，连我都不是对手，你可千万别送死啊！现在想走，晚了。小子，也别怪我不给你机会。你要是能接我3招，我饶你一命。你也别怪我不给你机会。你要是能接住我1招，我也放过你华家。哼，找死！华侨可是迈入武道宗师几10年了，居然扛不住1招。那岂不是说，这小哥的本事早就超越了武道宗师？难道已经入了圣境？你们听着，我现在只说一遍，关家以后有我罩着，不管是张家还是华家，亦或是其他家族，只要敢再对关家有非分之想，做出一丝有损关家名声和利益的事情，我必让他整个家族除名。知道了，前辈。把人带走吧。多谢前辈。关伯伯，别，这不让我折寿吗？不，咱们习武的从来都是以武论尊卑，你武道造诣远超于我，叫声前辈是应该的。关某在此多谢前辈救了关氏。其实真正救了关家的不是我，是关家自己的人。此话怎讲？咱们换个地方说话吧。其实，让我来解救关家的是……居然还有这种事情！所以你们不用感谢我，我虽然是帮了忙，但是得到的更多。从今天起，我会隔3差5的来关家，给你们传授春秋刀法，让关家祖传刀法重新回归。谢大哥，你就是我关家的大恩人，不知谢大哥成家了没有？已经成家了。哦，但是目前正在走离婚程序，我们很快就离婚了。真的？不好意思啊，谢大哥，我不是要幸灾乐祸。没关系，谢大哥对关家有大恩，我愿意以身相许来报答谢大哥。关小姐严重了，这个使不得。谢大哥是嫌弃我长得丑陋，配不上谢大哥？不是，关小姐是难得一见的美人，怎么会丑陋呢？只是我目前还没有再谈恋爱的打算。今日我还有事，过2天再来传功吧。小婷，你这个决定非常好。先不说谢清对关家的恩情，就单单是他这身本事，关家何愁不兴？以后他会长期出现在关家，你有的是机会。恭喜宿主完成腿了吗订单，获得30万天地币，获得关公打赏藏书若干。关公藏书？那是什么？关公不是读春秋的吗？怎么3个都聚在一起了？我该怎么招架得住？我说各位姐妹，你们没事做吗？
非得叫我出来做什么？你是有些不耐烦了，是嫌弃我们了？哪能啊！不过你们现在怎么跟没事一样？你们昨天不还在互掐吗？哼，三女抢一夫，看把他得意的！你以为我们真的这么在乎你吗？没有，我当然有这个自知之明。谢大哥，他们不在乎你，我在乎。你怎么来了？谢青，你说他是谁？这才1天，又勾搭上别的女人了。主人，是小叔叔伺候的不好吗？各位姐姐好，我是关氏武馆的人，我叫关晓婷。居然是个金刚8米！你是习武的，不会打我们吧？在我们面前，你别装可爱啊！人家本来就很可爱啊。各位，到底找我做什么？别折磨我了。听说你要开公司，有这个想法，怎么了？好歹我和彤彤还先认识你，可你却把开公司的任务给了秦叔，你偏心，说明主人最爱我。我们公司的法务本事不错，给你公司用。我们江家的会计也还行，也给你公司了。我们秦家的人事挺精明的。你们怎么这么好，这么舍得？谢大哥先别感动，他们都是把自己最信任的人安敲到你公司，殊不知是不是眼线？他们的目的肯定就是怕别人近水楼台先得月。这小蹄子可不是善茬呀，一来就离间我们，确实该好好敲打一下。谢青，你个小杂碎，老子今天找你算账来了。张强，我没找你麻烦，你倒是先送上门来了。小杂碎，要不是你，我怎么可能在亲朋好友面前丢人？不是你，我也不会在徐芳面前丢人。老子活了几10年，从来没有这么憋屈过。谢青，今天我不废了你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想要动谢青，先问问我们答不答应。李苏童，又是你！你李家虽然家大业大，但是不是管得太宽了？这是我和谢青2个人的恩怨，劝你别多管闲事。我就要管，你能奈我何？给我把他拉开！谢青现在是我们的人，想动他，除非先打倒我。小妹，你果然霸气。那是。我看你能得意多久！来人，全部一起上，给我把这女人拿下！我倒要看看她多厉害。快起来呀！没用的东西！你也躺下吧。你不能打我，否则我张家不会放过你的。姓张的多了，我还怕你这一条小杂厨。我可不是什么普通张家，是古武张家。你敢动我，张家不会放过你。怕了吧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敢动我的人，定然要你好看。今天你们全部都给我跪下道歉，还有你们几个女人，只要一起服侍我，我才勉强原谅你们。否则等我张家真正的精锐到了，定将你们聒噪。谢青，你什么时候力气这么大了？这一脚怕是骨头都断2根了吧？主人真的是太蛮了，轻轻松松就能把我揉碎了。好好说话，我有分寸。他看起来严重，实际上也没有伤筋动骨。谢青，你敢打我，我要你死！我说过，那日的耻辱我一定会还的，更何况今日你又来招我，这是活该。放心，还没完呢，要不了多久我就会找你清算的。谢青，你给我等着，很快你就嚣张不起来的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只是放狠话有什么用？我等着接受你的愤怒，还不给我滚！李小姐，不知道你对这狗东西家了解多少？古武张家倒是一个了不起的家族，虽然比雷家差远了，但是抛开雷家，已经算是数1数2的古武世家了。那不怕，既然张家还不错，咱们就没必要再去选址建公司了，鸠占鹊巢不就得了？主人，你太有才了，这可就轻松多了。这个办法的确不错，那我马上下令给他张家多点关照，让他尽快破产。我爸肯定也是愿意帮忙的。你们好好商量，等公司开起来了，我就派我家武馆弟子去你们公司当保安。你还说我们安插眼线，你不也一样？难不成你们还要敲打我？铁娘子息怒，你开心就好。既然有你们帮忙了，那就全交给你们负责了，我就继续跑腿去了。
他倒是当了个好甩手掌柜。算了，咱们也走吧。表哥，我被人打了，你要给我报仇啊！他娘的，我正一肚子窝火，是哪个不长眼的敢招惹我们张家？我一定要他家破人亡！妈，你怎么？儿子，你快回来吧！徐芳把我赶出来了。我马上回来。徐芳，你敢动我妈，你是在找死！妈，没事吧？他竟敢打你！是徐芳，她跑回来，气冲冲的把我们的东西全部扔了出来，说这房子已经过户到她名下，是她的私产，还说我们占了她房子，所以把我赶出来。儿子，这可是你爸拿命换来的房子呀！都怪我鬼迷心窍，当初这么听他话，非得把房子转到他名下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放心，有我呢，我不会让他把咱们房子占了的，更要为你讨个公道。徐芳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赶紧给我开门！不开，我告诉你，谢青，房子写的我的名字就是我自己的，你休想再住进来。你不是有相好的吗？你有本事让他给你买车，没本事让他给你买房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不……你私闯民宅，我要告你！徐芳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赶我妈出门？我告诉你，当初因为你是我老婆，房子才给你的，但现在你已经不是我老婆了，我谢家的房子和你没关系，该滚出去的是你。谢青，你别以为我不懂法，已经赠予我的就属于我私产，离婚了你也收不回去，这是法律规定。那可不一定，法律规定也是有特例的，你想霸占，也得把法律摸透点。你怎么来了？为了收集更多证据，从接手你们案子开始，我就安排了人留意徐芳和张强的一举一动，所以刚才接到电话说徐芳气势汹汹回来，所以我就带人赶来了。没想到你这么上心。你来给徐女士解释一下吧。徐女士，婚姻存续期间赠与的，在离婚后确实也该属于你，但是受赠人出现严重过错的，在我们当事人知晓开始1年内，可以上诉申请撤回赠与。您现在婚内出轨，犯了大错，我们会起诉追回这套房子的。谢青，你是要逼死我吗？我好好一个女人嫁给你，没有过一天好日子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我出轨，难道你没有吗？如果不是被他包养，你凭什么能拿几千万买车？哼，徐芳，你也太看得起我了。这个世界上敢说包养谢青的人还没出生呢。他现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他自己挣的，我可没给他一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他就是一个跑腿的，就是现在都还穿着外卖服。他要是真有这么大本事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我说过，你是眼盲心瞎。徐芳，本来我们可以好聚好散的，但是你不该如此对我妈。你在我们家这么多年，我妈怎么对你的，你应该最清楚，完全是把你当做亲生女儿一样对待。你怎么忍心把我妈赶出来，甚至还打她？你竟然还动手打老人！阿姨，你怎么样？还痛不痛？闺女，不痛了，不痛了。刘律，立刻收集徐芳殴打老人的证据，我要她净身出户。老公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们不离婚好不好？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，我再也不会背叛你了，以后家里家务我全包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和你一起好好照顾咱妈，好不好吗，老公？徐芳，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的，我们这辈子都不可能了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谢青，你就真这么狠心吗？你连房子都不留给我，我一个孤儿，你要我下半辈子怎么过？你还不如直截了结了我。你不是有张强吗？你去找他呀。张强那个混蛋，他一直都是玩玩而已，他根本舍不得给我花钱，更不打算跟我结婚。这是我爸留下来的房子，是不可能给你的。从现在起，给你1个月时间的居住权，自己去找个工作，租个房子。1个月以后，我来收回。
妈，我们换个地方住吧。我们还能住哪里呀？阿姨，住我那里，我还有一套房空着的，你和谢青以后就安心住那里。这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走，阿姨，我带你去。我那一地衣服还没收拾，这些脏了，不要了。谢青，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李小姐，你不是说一套房吗？怎么是一幢别墅啊？这和一套没什么区别，这还没区别？阿姨安心住着就行。我呀，还有好多话想要跟阿姨说呢。你有什么事儿？阿姨，你看，你儿子马上离婚了，老谢家还没孙子传宗接代呢。你说我做你儿媳妇好不好？李小姐，你可不要乱说啊！哼，你是觉得我配不上你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……阿姨，其实我喜欢谢青很久了，但他一直不答应。可是昨天我才知道为什么。谢青红颜知己实在是太多了，个个都顶级漂亮。他们才认识几天，就和谢青拉拉扯扯，不清不楚的。谢青肯定是被迷花了眼，才对我这么冷淡的。李小姐，你什么时候学会秦叔的茶了？阿姨，你看，当着我的面还在提别的女人。臭小子，李小姐对你这么好，还把自己的大别墅给我们住，你要是还三心二意，我饶不了你。走，阿姨，我带你去看看房子。李小姐，你这么做是何必呢？这不是你风格呀！我要是再不用点手段，你身边这么多莺莺剑店，我还怎么拿下你？李小姐，你是真的在玩火？要是我真把持不住，受害的可是你。既然选择了你，那我自然不怕受伤。妈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你们继续。我发现我卧室的床还不错。你有新的腿了吗订单？是否翻看？系统救星啊！不好意思，李小姐，我要送单了。那我们算正式交往了。嗯。小伙子，贫道想想不对，本妇道有个后世孙子被人忽悠，拿了一个假宝贝去参加雷家的慈善竞拍晚会，还要害雷家，届时肯定是家破人亡的下场。我要你帮我送件宝贝给他。放心，一定送到。这是翻天印，可是实实在在的仙家宝贝啊！这可是能灭世的东西啊！放心，此物已经被封印，凡人是开启不了它的威力的。只有你这种入圣的境界，才能调动其1/1000的力量。你速速送去。强哥，我们真的能进雷氏大厦吗？当然，我特意求堂哥带我进去的。今日来拍卖会的都是一些顶级大佬，随便一个都是身家100亿以上。要是能结识1、2，那我张强就真的发了，也就不怕那几个贱人的威胁了。谢青，都是你害的。现在我一无所有了，只能继续委曲求全，跟着张强这畜生。一会儿进去，等我找到更强大的人依附，我一定要你们都后悔当初这么对我。殷小姐，一会儿能不能让雷家原谅你，就看这宝贝了。多谢张少爷了，没有张少爷帮助，我也寻不回传家宝。能为殷小姐效劳，那是我的荣幸。我们快进去吧。雷江，你雷家霸占于氏第1武道世家太久了，也该换换人了。就让殷家来打响这第1枪吧，就算失败了，也是殷家干的。焦爷到！焦爷！各位，感谢大家看得起雷家，愿意来雷家共襄盛茂，雷某人在此多谢了。不久前，我雷娇的孙子出了点问题，才让我意识到大家对孩子的关注还是太少。
都说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今日我雷家愿意拿出珍藏的10件藏品进行拍卖，所筹得的款项将全部用于儿童医疗疾病，治疗一些先天性心脏病、纯坑招、小儿麻痹等等。焦爷真是大善人啊！既然焦爷都这么热心，我也得表示一下，我带了一件宝物，一会儿也加入一拍之中吧。我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宝物，一会儿我一定全力拍一件。焦爷，殷家殷离来献宝，希望能为孩子做点贡献，也希望就此赎些罪孽。好个殷家，我还没找你麻烦，你倒是先来了。焦爷，殷家知道错了，请焦爷看在殷家诚心悔过的份上，给殷家一个机会。殷家愿意献上传家宝翻天印，以此赎罪。翻天印，翻天印啊，那可是传说中通灵的宝物。可不是，听说用翻天印辅助修炼，可以有很大机会入圣，那才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啊！听说圣人能活500年，不知真假。果然是翻天印。这是鬼玺。鬼玺，听说鬼玺是邪物，能吸收功力，只需要10个呼吸就可以把人吸干。就刚才那2个呼吸，焦爷怕是已经损失了2个功力了。这么神奇，这殷家小姐来者不善啊！怎么会这样？焦爷，我绝不是要害你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。来人，给我把这贱人抓起来！另外，传我令，马上诛杀殷家所有人，我要殷家鸡犬不留。是，焦爷。等一下。都让开！谢兄弟，你怎么来了？先别说话。谢兄弟，你又救我一次。举手之劳罢了。是谢清，这狗东西怎么来了？还救了雷娇，老子的计划都被打乱。现在雷娇恢复过来，想要拿下雷家是不可能了。只希望雷娇盛怒之下灭了殷家，我才能从中获利。咱们下来再聊。好个殷家，今日我一定要亲自血洗殷家。焦爷，我真的是冤枉啊！我殷家根本没想过要害焦爷。焦爷息怒，这件事情，殷家是无辜的。这一切都是张家的阴谋。谢清，你血口喷人！小杂种，你敢胡乱攀咬！这东西明明是殷家送的，你居然栽赃给张家，你以为张家好欺负吗？就是谢清，你完了，我表哥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哼，敢骂谢先生，死不足惜！凭什么？谢清凭什么能得到焦爷庇护？他就是一个跑腿的呀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谢清什么时候有这个本事了？他凭什么能救焦爷？我不想再看到这2人，拖出去！焦爷，这绝对不是我干的。你觉得我会冤枉你？这张小飞可是武学天才，这小子居然这么猖狂，敢上前这么轻视的打脸。这有啥？你不看看这小子身后是谁？有焦爷撑腰，他敢反抗？谢先生，你就算再厉害，也不能随便扣帽子吧？你伙同雷家二爷想要霸占雷家，称霸于世，于是蛊惑殷家献宝，给焦爷孙子敬献护身玉佩，你们却在玉佩上动手脚，将其炼化成为养鬼的冥器，想要让焦爷一家慢慢的衰弱下去，兵不血刃的除掉焦爷。雷家二爷被雷霆手段抹杀，还没有来得及供出你张家。你张家不但不知道收敛，居然还想花开二祸，以鬼玺谋害焦爷。你想着一切都嫁祸给殷家，可惜你想错了。这些都是你的臆测，你是在诬陷我张家。你爹迈入宗师太久了，大限将至，如果不突破到圣境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雷家有风灵黄金棍，那是灵器，可助人突破到圣境，这才是你们想要拿下雷家的最终目的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我张家的这些秘事，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的。殊不知举头三尺有神灵，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还是少做为妙。另外，
我告诉你一个真相：不管多厉害的仙气神器，能留存在凡间的，都是被封印了力量的。即便是天天抱着睡觉，也对修为无益。否则，焦爷有黄金棍，为什么没有突破？来人，把这小子抓起来！另外，集结我雷家所有精锐，我要张家今天就从于氏除名。是。今日发生了些意外，拍卖会改日吧。不过今日的善款就全由张家出了，张家全部家产将会用于这次公益项目。殷家殷离，多谢谢先生救命大恩。快起来，千万别跪。谢青，你这么快就开始抱骑边女人了？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扶殷小姐起来而已。难道我们眼睛是瞎的吗？我们明明看到你深情地望着她。谢先生，这几位是我们几个都是谢青的红颜知己，是谢夫人的候选人，所以你就别妄想了，最好离得远远的。原来如此，还以为是谢先生的家人。既然都是红颜知己，那多一个我也不算多吧。这小蹄子居然也是存了非分之想，姐妹们，你们答不答应？不答应。你们又不是谢先生，凭什么替他决定？你要是能打赢咱们的铁娘子，那就给你个机会。谢兄弟果然是桃花运旺盛啊，这么多红颜之迷抢着上位。乔爷别取笑我了，我现在是头都大了。也别怪他们，你这么优秀，本事又高，哪个女子见了不心动？你们别争了，告诉你们，今早上我和谢青已经正式交往，他现在已经是我男朋友了。怎么，不信？好你个李苏童，我们都被你骗了！你一个总裁却不讲武德，说好公平竞争的。姐妹们，怕什么？不过是才开始交往，感情不深，就算是结了婚，也可以离的嘛。殷小姐，这是你殷家的传家宝，现在物归原主。你就这么给了我？当然，这本来就是你殷家之物，不给你给谁？而且这是你家老祖宗让我带给你的，你不用感谢我。我家老祖宗？主人，如今我们已经将张永家大厦拿下，算是有了根据地。不过咱们公司到底干什么呢？这个我还真没想好。恭喜宿主完成腿了吗订单，获得5万天地币，打赏百宝箱1个，赠送3万功德点。百宝箱，功德点。百宝箱乃多宝道人最得意的宝贝，每隔3天就能随机诞生出一件宝物。主人，你在发什么呆？我问你呢，咱们公司做什么营生？咱们开珍宝阁，以后就专门卖宝贝。你有几个宝贝能撑起一个珍宝阁？这是什么手段，能凭空变出东西来？注入3万功德点，给我爆！哈哈，怎么样，宝贝够不够？够了，够了！你有新的腿了吗订单？是否查看？这些宝贝都交给你们了，珍宝阁也交给你们了，我继续当跑腿去了。夫唱妇随，以后我和你一起当跑腿，还有我们呢。